孙中山干的最操蛋的事儿，祸害整个中华民族的事儿，别的都没干成，这事儿是真干成了，就是勾结苏联，把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种独裁列宁式的组织引入了中国。之前中国是没有的，上下5000年中国就没有出现过列宁式的组织，商鞅和秦始皇都没有做到。上回书说到，年轻人你想出名，第一步是什么？写书吹牛逼，自己给自己吹牛逼做广告，这是第一步啊！我也是这么起来的。我他妈天天写博客，在中国经营报找他妈证券市场周刊、方权什么胡舒立发表文章干嘛呀？不就是为了出名吗？能儿啊，我是专家呀，一样的。否则的话，人家凭什么找你做重组啊？一看这他妈不得了啊，这大师啊！孙中山也这么干的。老孙家之所以牛逼呢，还要说他哥哥孙梅有钱。孙梅是檀香山华人的，算是首富吧。所以呢，孙中山从小就去了檀香山，投奔他哥哥孙梅，念了檀香山排名第1的私立中学。毕业以后就去了香港学医，所以人家叫 Dr. 孙。孙逸仙是医生出身来的，跟鲁迅是本行。鲁迅只不过是在仙台和藤野先生学的，孙中山是在香港跟詹姆斯学的。哪个詹姆斯？就是他写信救自己那个詹姆斯。孙中山就读的医学院叫香港西医书院。按照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官方历史说，孙中山就读的香港西医学院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牛逼不牛逼？亚洲第一流的，除了台大医学院能 PK 一下，可能连北大医学院都差点。而且孙中山在学校里边成绩优秀，排名第1，有案可查的。我今天给你们扒一扒啊。香港西医书院啊，孙中山那一届就2个毕业生，一个叫孙中山，一个叫江英华，而江英华就是以第2名的成绩毕业。不好意思，只有2个学生，没有第3个，否则的话呢，就前3名。所有说学霸的都他妈回去给我自己抽嘴巴子去。香港西医学院是个野鸡大学，詹姆斯不是一个很大的名流，否则的话，孙中山请他救命的时候，詹姆斯也不用叫报馆的人来，他是个伦敦普通的医生，不是贵族。说老王，那他妈国共两党就敢闭着眼睛说这是香港大学医学院，这也没错。因为港大成立之后，兼容并包，吞并了很多小学校，其中这个香港西医书院呢就被港大医学院兼并了。所以孙中山的简历就可以说他是港大医学院毕业的，也没错。老王跟你们扒出来之后，一下子雀妹了，原来是这样啊！对，说老王呢，江英华是谁？哎，你们可以扩展阅读。江英华呢，就比孙中山人品正点一些，没有那么多歪门邪道。毕业了以后，也就老老实实的去从医。广东省人民卫生防疫办法这个根儿是江英华老先生制定的，一生从业于为人民服务的医生，跟孙中山一起毕业之后，俩人呢就分道扬镳了，一直从医。插一句，这个大学兼并啊，你们最熟悉的永不出境的张教授是正儿八经的北理工的本科就念的，在北理工留校以后，他那一届留校了2个女生，其中另一个女生是中南大学毕业的，跟小张就处于一个竞争位。张教授老被穿小鞋儿，当时给我乐坏了。比如说明天早晨8点到教授那儿去开晨会，系主任就通知这个小女生说，你告诉张娟医生你们俩一块儿来。这小女生就很认真的通知张娟，明天早晨8点45到系主任那儿去开晨会。张娟早上8点半就去了，还提前15分钟啊。一推门，晨会快开完了，一顿噼里啪啦的，老板把他给骂的一佛出窍二佛升天。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儿多了以后，突然发现了，我操，原来你玩我，你给我挖坑啊！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挖坑呢？你也是中南大学的这个名校生啊。这个女生啊，不是中南大学毕业的，长沙铁道学院毕业。哎，长沙有个铁道学院啊。等她毕业之前那一年啊，被中南大学兼并了，所以人家那个毕业证是中南大学，北理工就给招进来了。
我估计那个学院可能比较卷，大家都是学术无望，都是在这种方面从小是拼刀练出来了，撒石灰粉的高手。张娟又没撒过石灰粉，操，名门正派，小师妹一来，哗一头石灰粉，乒乓，挨顿打，我操，鼻青脸肿的，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野鸡大学被名牌大学收编，自古以来都有。孙中山就是一样的，撒石灰那一派。孙中山毕业以后拿到了医学文凭，在澳门挂牌行医，而且呢，孙中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妈的童叟无欺，真的是啊，他行医的时候呢，经常不收钱，穷人他可以赊账。他为什么这么干，我也不知道啊。当然，国民党说这是他品德高洁，我想不是那么简单，他可能是想尽快打出名气。结果呢，你也能想到，因为医生是有规矩的，大家收多少钱都是统一的。您这他妈经常看病不收钱，你让我们还活不活？孙逸仙诊所呢，就是门庭若市，当然也引起了澳门医学同行的不耻，说这货他妈不按规矩出牌。人家孙文医生他也志不在行医，一看行医也挣不着几个钱，于是呢就想进体制从政。广东人嘛，去找谁呢？两广总督李汉章，是李鸿章他亲哥。老李家满门都是官，李汉章呢比李鸿章更早的进入仕途，两广总督。但是这个李汉章照他弟弟李鸿章呢就差远了，为官有两大名声，响彻四海。第一是贪，只要给钱，在李汉章那儿就能拿到官做。李汉章经营两广，把两广能想得到的官爵全都卖了一遍，什么道台呀、管带呀、水军呐，这个李汉章全卖了，很有钱。其中有一个小笑话，一个广东富户找李汉章买了个水师的空弦，花了1万两银子。买完之后发现他妈的没钱可捞，就找李汉章退款。这意思，操你妈，你割我韭菜。李汉章微微一笑，说了一句榆木疙瘩，扭身就走，不理他了。人家官大他也没招。李汉章下边这个书童就点拨他说，你知道吗，大人生气了。那我也没说错呀，真的是我回不来本啊。你手底下有没有管带？有啊，管带就是舰长。可是那些管带他没剑可开呀，都他妈无事可做呀。他们既然无事可开，你把管带就都开缺，都开除，然后你重新聘用，这钱不就来了吗？这哥们儿回去果然，我操，第1个月就挣回来3000两银子，高兴坏了。咱们职务评级，重新考核上岗，都来送钱。李汉章就是这么经营广东的。当时广东省政府开证券公司，中国股票的前身呢，澳门、香港、广州的赌馆，官办赌博就是从李汉章这儿开始的。广东省政府就是两广总督给你发赌牌，澳门到今天都是政府发赌牌抽25%的提成，这是从李汉章那儿学会的。在广东大地上发个赌牌，捞钱无数，就是一个字贪，二个是什么叫李大架子，就是摆架子。他一点都不拿性，偶像包袱很重。见李大人3跪9叩出门迎接，明白吧？李大人要上你府上看你去，或者上你单位看你去，你得在门口跪着迎李大人。结果呢，孙文去见李汉章，也跟孙文摆这个架子，他让孙中山给他3跪9叩见他。那孙中山好歹也是读过西医的人，那受得了这个吗？言辞之间，李汉章我操，极尽官老爷之能事。信史记载，孙文跟李汉章没谈一半，拂袖而去了，就受不了了。他老让他跪着说话，我操，跪下，我操！孙文就是再官迷，我天天在你这儿跪着，我走了。去哪儿了呢？孙文28岁那天，终于找到了关系，到北京见了李汉章的弟弟李鸿章。北上去进京，孙中山求见李鸿章这事是真的。假的是什么呢？吹牛逼说他真的见着了，他没见着，一样要先写帖子。你要来干啥？因为李鸿章那么忙啊，他果然写了。我给你们念念他写的帖子啊，叫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固垒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李鸿章一看，
完了，就这几句。我也知道啊，关键该怎么干呀？我李鸿章还不够宏大叙事，还用你教给我吗？我要求的是具体的解，你不能告诉我为社会主义建设，滚！李鸿章没见他，这一部里刺激了孙中山，这就跟当年黄巢造反一模一样。黄巢造反是考了状元，上的殿去做殿试，因为黄巢长得丑。宫娥才女的笑翻了天，这个大丑八怪，黄巢一怒之下恼羞离去，就造了反。孙中山被李鸿章和李汉章两兄弟摁在地下摩擦2回，体制走不通了，砸锅掀桌子，闹革命造反。孙中山曾经有一个日本铁妈鸡叫全养义，后来全养义当过日本首相，那是日本的亲华派的，也是元老派。29届日本首相刚上台不到2年，1932年，日本少壮派军官造反，把全养义刺杀，击毙在全养义的首相府邸里。好多日本电影都演过，一群傻逼陆军脑袋上绑着带子，清君侧诛晁错，晁错就是全养义啊，一大帮明治元老要把他们都杀了，要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彻底踏平朝鲜，这是那帮少壮军官的意图。全养义老爷子没防备，没有躲呀，正儿八经的首相在东京，谁他妈能想到自己家居然会被他妈乱兵冲击？结果冲进打死首相警卫，就把全养义给围住。全养义说：“坐下，我们谈一谈。”话音未落，叮当叮当叮当，全养义老爷子就成为蜂窝煤，不跟你谈，就被这帮疯子给弄死了。29年，孙中山灵柩从北京移灵到南京中山陵下葬。1929年，国民党整这个事儿动静很大，叫奉安大礼，在南京给他修中山陵，古代皇帝都没他那个陵大。奉安大礼里边，全养义日本首相特意到南京参加葬礼，所以他们俩是铁妈鸡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就在日本首相府里边2个人扯淡吹牛逼。全养义回忆有一次，俩人他妈酒酣耳热，都是男人嘛。全养义问孙先生：“你平生最感兴趣的事是什么？”孙中山脱口而出：“革命。”全养义说：“别跟我来虚的，咱哥俩说实话。”孙中山一笑：“女人。”哎呀，全养义觉得我操，这哥们儿。还有呢，孙中山就愣住了，还需要有什么吗？我操，有点尴尬，是不是他妈我话说的太多了？就憋出来一个词儿：我喜欢读书。完了，聊天聊这儿聊死了，全养义就只好跟他扯用不着的去了。一看他就是在撒谎，他喜欢读书，我操，你还是小明呢？你看这种场景真实吗？他能明确的刻画孙中山的人性。首先爱的是革命，革命有什么作逼事儿？我喜欢出名啊，喜欢整景啊，成为众人目光焦点，这就是革命嘛。说点真的，个人的女人。他本来想让全养义说我也是，结果没想到全养义没有按套路出牌。那还有吗？沉默片刻，我喜欢读书。到这儿以后，全养义就全明白了。这不是标准答案，因为只要认字的人，你问他兴趣爱好是什么，小朋友都说我爱读书。比如说一对刚认识的恋人，高中啊或者大学那个通过笔友，我们那个年代相亲的笔友认识，那女孩肯定问男生你爱好什么？我爱好文学，还有音乐。对不对？肯定都是这套嘛，这太他妈假了吧！属于标准答案，非常的言不由衷，相当于马云说那句话，就是你看哪个老板办公室后边放书，一大书柜整整齐齐摆的那些书，我告诉你啊，他都没读过，10之8九这老板是个骗子。孙文是不读书的，被全养义激到那儿啊，他自己编出来个读书，我估计再问他就是爱音乐了，懂文学爱音乐就这么来的。孙中山真正喜欢的事儿，其实就是前2件：一，折腾闹革命造反要权力；二就是女人，就是陈近南讲的，有了银两和女人，谁他妈还读书啊？读书的目的对于孙中山来说就是银两和女人，革命就是权力，革命打仗就要开炮，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拿破仑说，战争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所以没钱一切都是扯淡。那么我前面讲康有为讲过，中国革命之初最能骗钱的大伪类2个，一个是康有为，是第一，第二是孙中山。那么康有为骗钱骗老了，瑞典买一岛，说终生都没去过，中国是可以声索主权的，因为康有为付过钱。
老孙为什么排第2？因为康有为当时跑出去的时候是戊戌变法失败，出去的时候康有为在北京是有官位的，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或者说国办秘书长，那是正部级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有中央身份的，这是京官啊，他俩是直接对光绪皇帝的。当时中国的海外的华侨华人都是以广东人为主，康有为他也是广东人，所以他俩面对的客户群体、韭菜群体高度重合。比如说我是一个温哥华洗衣店老板，你是一个丹佛银矿矿工，当我们俩同时参加了2场募资项目会议的时候，一场是康有为，2场是孙中山，那你说你投给谁？他们都在卖县长嘛，你买哪个县的县长，觉得谁能赢？是中央领导跑出来的，要革命，要保皇，裤腰带里还掏出来了光绪皇帝的血书，康有为是带这个出来的，有皇帝的龙内裤，闻一闻龙精虎猛，嗅一嗅一延年，真的带出来了。光绪皇帝写了一个黄段子，救我就得靠康有为。我操，康有为发一支军队把我从瀛台救出去，将来天下跟你们分享，快打钱。光绪的书法大家不认识，但是没人敢质疑，因为他确实是天天跟皇上在一起。就是蔡奇跑出来从裤裆里拿出来，这是习主席给我写的条，那你敢说他是真的还是假？你也不敢说他是假的。这就是康有为当时的 PPT， 他就这么有凝聚力。相对来说孙中山就弱逼多了。第一，你他妈李汉章也没搞定；第二，李鸿章你连见都没见着，告诉我你能打下天下来，不信。所以康有为融资的效率是孙中山的那几10倍肯定是有。这2个世纪巨骗就分出高下来了。康有为太有钱了，还他妈革什么命啊，3辈子都花不完，最后拿钱就玩女人嘛，70岁了还要玩17岁的，那实在是玩不动怎么办？那换大猩猩的懒子，换大猩猩的睾丸，最后那个钱啊多到干这个事儿去了。今天马斯克都没搞定的人机接口，人家康有为就直接敢换，死个球的了，排异了，折腾死了。孙中山呢就惨了点，开始募不着，真正开始募到钱什么时候？是日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他开始大笔融资，之前很少很少，因为中国人不信他吧。日俄战争一下子小日本把俄罗斯给打败了啊！中国人觉得我操，我们黄种人是次等民族，就是打不过白种人，所以我们被日本打一下啊，属于正常，有胜有负。但是我们之间那跟白人比，那不是天神和人类。结果小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噼里啪啦把白人打败了，所有的华侨都为之一振，是不是大清这套理论真不对？我们奋发图强，也可以像日本一样。日俄战争之后，满清全为扫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得以蔓延。所以呢，国共两党篡改历史的这个比赛中，都往自己脸上贴金，屎盆子往对方身上扣。但唯独孙中山呢，他俩都不扣。为啥？因为他们共同的祖先。你要查毛泽东的黑历史，你就看国民党历史。你要查蒋介石的黑历史，你就看共产党的历史，都不遗余力的把对方那点短全都给他妈的加上几个零往上说。但是你要是看孙中山干过什么坏事，国民党历史和共产党历史你都找不着，因为他要是坏人，那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全完蛋了吗？他在国民党那边叫国父，他在共产党这边叫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不能说他干的坏事。你要查康有为骗了多少钱，一查你们查他 GDP 都能告诉你，因为国共两党都把康有为骗钱那事儿都给他抖露出来了，骗了多少钱清清楚楚。但是你查孙中山骗了多少钱，你到今天我告诉你，你查不着，都替孙中山瞒了。但是我给他查出来了。他到死往前推，越往后他弄的钱越多，大数1000万银元，这数应该8、9不离十。我跟大家讲过，一个银元等于24.5克白银，这个挺牛逼的，因为1两白银差不多35克左右，所以等于是3/4两啊。他骗了1000万，青洋或者元大洋和日元都是24.5克。当时在日本东京买一个一户建1000日元大家知道。鲁迅先生他那个故居800大洋，一个东京顶级艺妓，连吃带喝带玩带泡，2个大洋陪你玩1天。北京也差不多，陈独秀先生在八大胡同嫖娼，嫖资欠人家250个大洋，你除以2，你就知道他打了125炮。我估计
以陈独秀身体的话，2、3天一炮，那应该是半年以上的这个嫖资没付。陈独秀那收据大家都有，所以大家知道毛主席从张世钊那融来资，参加一大那个红船上融了2万大洋。这么一比，你就知道孙中山骗了1000万大洋是啥概念。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的吉野号100万大洋，孙中山骗了10个吉野号。当然，与康有为相比来说，孙中山就是个孙子，康有为可能骗了10个都不止。好了，这数从谁那儿能查出来呢？我告诉你啊，陶成章还有叫章太炎，这2个都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跟孙中山是平辈儿的。中国的革命党在日本形成，因为大量的留学生去了日本，学坏了，学了华夷之辩，本来拿着清朝的钱，吃着清朝的饭，捧着大清的碗，到了日本就开始砸大清的锅。孙中山当然也是了，王精卫、蒋介石也是，都这么去的，鲁迅都是啊，张世钊、章太炎啊，全是到了日本。哎呀，一看日本这么发达，这么先进，我去你妈，都是他妈清狗把我们害了，让清朝这个金主爸爸扛了罪名。造反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分成老乡，广东人一波，这就是国民党的前身，孙中山呀、汪精卫呀，他们都是广东人。然后浙江人一波，当然蒋介石也浙江人，后来投了广东了，但是早期那是泾渭分明的。陶成章他们就是浙江人，鲁迅呀、秋瑾啊，他们是一波。还有一波是什么人呢？就是湖南人，湖南安徽，他们怎么也成了一波呢？就是湘军和淮军的子弟，就打完了太平天国以后，这些人在朝中是有权力的，也成了一个很强的实体。自古无湘不成军，这个古是从太平天国开始算的，所以中国革命就分了这么3波，你去倒，全他妈这3波的，所以你就知道毛泽东是哪一波的了。你根儿是在哪儿？一定是曾国藩、曾国荃了，都能倒上去啊。那蒋介石呢，就是浙江那波的，但是蒋介石年纪小，戴季陶带着他呢就投了孙中山，双方共同组建了同盟会之后，国民党浙江派和广东派就在内部合流了。讲到这儿就知道，合流的过程中叫分官，分官的过程中就分赃不匀。有一个人也是革命大佬，叫陶成章，自己觉得我陶成章在东京都的时候，就他妈是孙中山的平辈儿。孙中山现在是临时大总统，宋教仁有可能混一个他妈什么总理，那我陶成章好歹也是浙江省委书记。最后不好意思啊，陶成章，中华民国封神榜出来了，听好了，你是中华民国浙江省政协主席。我操，这话一出来，陶成章就造反了。肯定啊，后来黄兴啊、小凤仙那个野爹，造袁世凯的反，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还有段祺瑞都是因为什么？封神榜一来，我操，你当皇帝，你不应该给我提3级吗？怎么还能让我他妈降1级？我要反，就是一样。陶成章就反了。陶成章反的角度很特殊，他也不敢骂袁世凯，不是袁世凯不让他当，是他们自己没推荐的。在他这儿谁说了算？孙中山说了算，就是孙中山、孙文那个狗犊子刨的祖坟。陶成章呢，天天抖落孙中山。我记得那一天你有个账号收了10万，你得给我说一下去哪儿了。那一天日本一个先生被你革命说服，我给了你100万日元，好像没拿进来公账啊。你说去南洋发动革命，你也没去啊，你是不是也报一下账啊？陶成章天天干这个，自己写，完还他妈上报纸上写。他在浙江好歹也是个浙江政协主席啊，浙江的报纸天天替他登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乱枪打死了。陶成章现在谁杀的他，还有些疑问呢。你们想想是谁把他乱枪打死啊？作为浙江帮的老大，一辈子都跟广东帮的老大孙中山争权夺利。他呢给孙中山记着小本本。从1894年兴中会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一共过去了17年。陶成章给他算了一笔账，他捞了1000万银元。陶成章就开始摁计算器，你广州买个商铺是几十块钱，上海买一个商铺100大洋，北京买个4合院，上海买个小洋楼，不对呀，亏空啊。报销的时候说我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每次武装起义陶成章给他算了，孙中山报销武装起义的费用是10几万大洋。第一，他肯定多报，
这个不用说，从地下捡几个发票贴上都是成本啊。10次孙中山干革命，一共顶了200万大洋的账，然后还办报纸，办了《民报》，也顶了不少账。即使这样，陶成章算完还有大头没来呀，你就算花了500万吧，还有500万呢。于是天天追之。章太炎在同盟会的时候是《民报》的主笔，辈分也很高啊，直接指孙中山贪污经费。原话说：“怀遐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实不及一。”本人我叫章太炎，这是我身份证号，我举报革命领袖孙中山把所有的革命经费放到他个人账户里了，他用于革命真正的钱不到1/10，这就是章太炎原话的现代版本。章太炎说完了，陶成章跟他喝，就是像写对联一样说：“据我所知，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据为己有，家里发了大财。1909年，陶成章联合8个同盟会的老会员，最初那20个人里边有8个人，写了一份孙文罪状，要求开除孙文的一切党内外职务。经查，孙文在汇丰银行一个户头，个人就存了20万银元。他哥孙梅拿着革命的钱，在香港九龙大肆开发房地产。1900几年啊，香港九龙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居然是孙梅，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孙梅在檀香山挣不来那么多钱呀，就是孙中山给的。还说孙中山在美国买了多少房，言之凿凿。香港九龙有今天，你要知道孙中山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啊。然后呢，还拿出来了一件特别确实的事儿，足以让孙中山的人品大白于天下。陶成章和章太炎这2个大师写的，绝不是假的，你听我念完你就知道含金量了。1911年之前，大清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日本政府当时碍于清朝的压力，不愿意得罪清朝，于是呢，日本政府官方拨款给孙中山5000日元。大哥，你赶紧走吧，快别给我们添乱了。够吗？5000日元能够在东京买5套房啊，请你暂时离开日本啊。因为孙中山在日本有很多迷弟啊，包括宫崎滔天，其中有一个日本大款叫铃木九五郎，感动啊，就被他给忽悠的，我操，自己掏个人户又给了1万日元。孙中山那一把就超了15000日元，就暂时离开了日本。跟同盟会报账的时候，因为不是他个人行为，这是一个革命集体的行为，你是代言人嘛，他得报账。铃木九五郎的1万日元他报账了，因为是个人，他认识这些革命者。日本政府官方给孙中山的那5000没提，自己揣了走了，离开日本去南洋。到了南洋呢，留了2000给同盟会办报。他不是给单位报账报了1万吗？然后他又写了个条子，就是让这个单位啊再给他8000，就是我给你交了1万，你留下2000，章太炎你们办报，剩下这8000呢，你再给我汇过来，我自己带走了，我要带到南洋发展革命。当时留在东京同盟会的这些同志们，这20来个人就不干了，炸了锅了。你也太黑了，我操！你他妈给我们留8000，你带走2000，这是合理的。你怎么你带走8000，给我们留2000？因为这点事儿啊，就分赃不匀，打起来了。他这一打起来呢，日本政府就知道了。哎，不对呀，不对，等，不是1万呀，我还有5000呀。日本政府这么过来一对，我操，我去！当时大家可以想想同盟会东京峰会的状态啊，所以同盟会就炸馆了。章太炎可不一般人，辈分只比孙中山可以说是低一点点，就是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吧。章太炎同志呢就急了，就听说这5000，别拦着我，就蹦到桌子上去了。因为当时东京同盟会总部的这墙上就挂着孙中山的画像，他们都要捧这个 IP 嘛，他就把孙中山画像给抄下来了，就要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的职务，让黄兴当总理。画像撕下来之后，那画像不有画框吗？章太炎的书法特别好，以龙飞凤舞的书法写了又挂回去了，就是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出，我们要开除你。又嫌不过瘾，过2天之后又把那幅画他写的开除孙中山的那个画像和撕下来的卷好了，寄给孙中山，羞辱孙中山，一定要让孙先生收到，看到我们的愤怒啊！章太炎是国学大师，
是鲁迅、钱玄同、黄侃的恩师。这个人的辈分那不是一般的啊！他加入同盟会跟孙中山合作，实际上是给孙中山面子。之前所有的人对孙中山的怀疑都觉得孙中山是反贼，有点盗贼的属性，缺乏学术气质，整天就革命放空炮嘛。章太炎作为一个国学大师加入，一下子就提升了孙中山的逼格。章太炎在中华民国系列里有多牛逼，我告诉你们啊，中华民国这国名是章太炎起的，不是孙中山起的。孙中山也起了个名，当时他们还比较民主啊，建国之前就是大家都起几个名字，章太炎老爷子起就叫中华民国，孙中山起的名叫中华合众国，英语叫 United States of China。我说那事儿是抄孙中山的，所以这货来个中华合众国，那是孙中山起的。当时还有几个大佬起了一个叫大汉民国，还有一个哥们起叫中华国，就是学日本嘛，日本叫日本国，我们就叫中华国。最后呢，大家公认章太炎起的中华民国4个字最好，因为中国人喜欢凑4个字啊，朗朗上口，意义也好，就这么来的啊。同盟会炸了窝了，张老爷子就把孙中山给得罪了。孙中山一生都很恨章太炎，除之而后快。陶成章应该就是他干掉的，干掉了以后他干不动章太炎，影响太大，他就是恨死他了。除了钱之外呢，孙中山还有一号就是许愿，但是许愿池里边扔硬币嘛，啊，上帝啊，赐给我一个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一扔，孙中山也干这个。每到一个国家，他就会扔一把硬币，硬币反正也不是他的嘛。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呢，他一直在日本混吧。他跟日本承诺要把满洲和蒙古都给日本，他只要汉地18省就行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连台湾都瞒不住了。后来袁世凯抵死不签，搞善后大借款，日本人要全包了他的钱，但是袁世凯抵死不从，就是那个21条，两岸中学课本都拿21条这个事儿埋汰袁世凯，丧权辱国的21条。大家知道日本逼袁世凯签21条的筹码是什么吗？筹码就是孙中山要跟我们签，别给脸不要脸，姓袁的知道你呀他妈有北洋6镇，别跟我装孙子，你不跟我签，南边有个叫孙中山的，他跟我签，他跟我签的比你这个条件还好，我就看你是中华正宗，我给你个面儿，回去想想，我操，等你电话就这么走了，否则我们就支持孙中山。你信不信能打败你？就是这么个背景。孙中山那时候真的就在广州、长崎、东京天天跑，我什么他妈21条啊！孙中山跟日本人签的叫中日盟约，你们可以扩展阅读。1915年，袁世凯跟日本人签21条之前，跟日本人签的中日密约也叫11条，虽然少了10条，但是比21条要丧权辱国100倍。把他娘的老墓都给卖了，这个就是孙中山同志在许愿池里撒硬币，就跟刘邦的打法是一样的。刘邦后来得了天下，大臣问他说：“为什么项羽就不能得人心？皇上您就能得人心？”刘邦说：“我是狗鸡巴也不是，天下也不是我的。当时我就封官许愿，你是韩王，你是魏王，我都给你们，无所谓，反正不是我的。”项羽就不是，他妈是有底线的。刘邦压根就没想履行自己的许诺，所以跟你签合同。项羽是贵族，签了合同是要他妈说话算数，放屁崩坑吐唾沫砸钉的，我不能许给你。你说你要当韩王就当韩王了，那不行，你凭什么呀？哎，完了，都跑刘邦那儿去了，十面埋伏他去了。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知道宋教仁死了，兴高采烈的跑回来给宋教仁奔丧抚尸大哭。但是今天很多人怀疑就是他干的，因为宋教仁本人也怀疑是孙中山干的。谁受益最大？总统有袁世凯，总理马上就是宋教仁。宋教仁是国民党共推的共主，年轻有为。孙中山算个啥？大炮一个，看不起你。从日本跑回来，比他妈的从丹佛跑回来当总统领导辛亥革命还积极。以火箭般的速度跑到宋教仁的尸体上，一个滑跪，老宋啊，你死得太冤了，我一定给你报仇啊！就是袁世凯干的。孙中山抚尸痛哭，发起2次革命，要给宋教仁报仇。你说你冤不冤？宋教仁幸亏是死透了，要不然宋教仁一定会从棺材里坐起来骂他的。我操，
就是你干的，怎么还个屎盆子往袁世凯身上扣，还打着我的名义给我报仇啊？孙中山就干2次革命，结果他根本就不是那块料，他也没有人配合他，打不过呀，他打败了就跑了，跑日本去了。惶惶如丧家之犬，又如卖国之石敬瑭。被撵出的一个卸任的前大总统，就相当于今天奥巴马呀、克林顿呀这样的角色嘛。所以日本政府还是挺以礼相待的。然后他就开始谈：你跟我签，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这句话是孙中山的原话，不是我写的。事实也这样啊。左手日本跟孙中山签了中日盟约11条，右手拿了个简配版本找袁世凯，中国正牌政府，你签不签？你要签我就撕了这个了，你要不签我要起大兵助孙中山复国。袁世凯没招啊，日本人这招玩得很，叫以华制华，不战而屈人之兵了。袁世凯不愿意签的，当时一签了21条，大家都还记得，你们历史课本学的吧？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反对21条，各种游行示威，声讨袁世凯。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点来了。你国共两党虽然瞒，但是国共两党改不了事实。你看啊，袁世凯捅这么一大篓子啊，全国人民都上街骂袁世凯。按着理论来说，是不是孙中山应该骂街的声音最大？孙中山对于袁世凯21条丧权辱国一言没发，这就是说拿性宇宙的真相又露出来了，因为他比袁世凯还坏嘛。就是袁世凯强奸妇女了，全中国都声讨之。唯独孙中山不声讨，为什么？他家地下室现在还铁链子拴着呢，他当然不敢了。操，这一他妈这出来的话，我比他还厉害，不能提，不能提。有革命志士给孙中山发电报，让他共同声讨。官方有记录，孙中山是这么回的啊：吾党所处之地位，就是我们党所处之地位，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对于国际交涉，勿谓可立言者也。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发言权，这是国家之间的事儿，我们就是一个秘密的党派，不要发言，低调低调。老袁干出这事儿来，你妈以老孙的秉性，他连护国战争他都敢干，他不敢骂啊？为什么？11条到21条，其主要的内容区别是出卖满洲和蒙古的利益，以及全中国的开矿权、筑路权，谁出卖的更多？11条出卖的更多。几乎是完全不要了，因为孙中山啥都没有了，觉得拿回来一半就不错了。而袁世凯当时全都是我的，凭他妈什么我给你啊？21条反而对于中国的利益保护更高。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到袁世凯，中国汉人的革命者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国这些建国者，大部分认为满洲和蒙古不是中国，属于蛮夷陪嫁之地。所谓的正宗华夷之变的中国，这个华夏就是汉地18省，又叫本部18省。武昌起义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就是同盟会、华兴会那些打出来的旗叫铁血18星旗。姜文拍过一个《让子弹飞》，开始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去鹅城当县令，那个火车上面挂的那个旗子就是铁血18星旗。为什么是18角星啊？就是18个省。我们中国认为出卖满洲和蒙古、西藏、新疆不属于卖国行为，所以呢，孙中山出卖满蒙，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也算是情有可原。因为在孙中山这个角色上，他可能还真不肉疼啊。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孙中山还出卖过华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如果要是说出卖个满蒙，以大老王的一贯思路，就是反正他们也不是咱们的，那中国本部18省也不小了，不是，他这回有点过了。1900年6月份，孙中山向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提出，如果得到法国的军火支持，孙中山将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孙中山当时天真的想，法国已经在越南站稳了脚跟呐，印度支那是法属的，以法国人这样的话，那他一定应该对广东、广西、云南感兴趣。那如果我拿这个勾引法国，法国可能就会同意哦。
所以孙中山给法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卖国的方案，结果没想到呢，热脸贴了个法国人的冷屁股，法国人居然没有上钩，也没有咬钩，因为孙中山来晚了。如果他1860年提，法国人当时雄心勃勃就同意了，没准。1860年前后，法国还是有志向跟英国逐鹿全球霸主，但是一到1900年，法国其实已经强弩之末了，当时已经处于收缩状态，因为他连越南当时都管不住，处于一个收缩心态，但是对外没有宣传，所以孙中山没谈成是正常的。因为同一个历史时期，同样的错误也发生在日本。大家还记得我说过一个日本的陆军之神叫乃木希典，乃木希典当第3届台湾总督的时候，他也管理不好台湾。他说台湾对于日本就像一个乞丐捡了一匹战马，既骑不上去又挨踢，还养不起，马还掉膘，不如给卖了吧。所以乃木希典希望1亿法郎把台湾卖给法国，法国也没同意，当时不想开疆拓土了，说我他妈守住现有的就已经算成功了。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跑了伦敦，又跟英国交换支持条款，你只要支持我，别支持袁世凯。因为1911年以后，英国朱尔典他们都站在袁世凯身边啊，都认为袁世凯这个人很靠谱。孙中山就跑去伦敦，直接抄英国公使的后路，谈我将给英国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从没有在中国拿到的独家最惠国的优惠待遇，你想要什么咱们都可以谈，包括我可以把中国海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英国。英国当时觉得啊，如果我必须在东亚找一条狗，一个2牛马的话，日本可太靠谱了，比你他妈靠谱多了。当时日本和英国已经签了日英同盟，日英同盟规定在华英国利益由日本首先商量，那是2牛马吗？英国在亚洲的利益由日本等于是一个分包区域大区经理，所以他跟你直接签的话，那不等于串货了吗？大区经理肯定不满意。英国不想开罪日本，说明孙中山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缺乏一个政治家该有的国际视野和基本知识，他是一个专业的投机家，就是他妈到处去投机去，只会搞破坏，不会搞建设，签空头支票，从没想过怎么履约。他的心态就像一个小的创业公司，走投无路的创业者，被大厂开除了，或者被大厂踢出去了，现在又有房贷压力，我操，自己他妈的这么年轻又不想死，没现金流怎么办？只要有人投资让我当 CEO， 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什么他妈原始股东，什么他妈的都可以谈。这样的人啊，咱们都见多了。这样的人是不是很眼熟啊？在杭州的那些小老板们，深圳打拼的那些干啥啥不成，什么都可以跟你谈，什么都答应的，全是孙中山的做派吗？孙中山干的最操蛋的事儿，祸害整个中华民族的事儿，别的都没干成，这事儿是真干成了，就是勾结苏联，把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共产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种独裁列宁式的组织引入了中国。之前中国是没有的，上下5000年中国就没有出现过列宁式的组织，商鞅和秦始皇都没有做到，都没这么坏啊。让他给引进来了。党国这个词儿就只有党不只有国，中国的年轻人小粉红到今天都是，我要是骂2句共产党，说你怎么不爱国呀？就是党国一体了，我他妈骂中国的一个政党跟他妈爱国有什么关系啊？美国人爱国就得爱他妈共和党吗？骂川普的骂共和党的美国人多了去了，怎么就不爱国了呢？中国人就没这个概念，自古以来就没有，就是从孙中山开始。党国这个词儿，国就是党，党就是国，军队不再效忠人民，不再效忠国家，也不再效忠将领，军队只效忠党，变成了党卫军。可以说这个罪恶比出卖满蒙、出卖华南啊，十恶不赦，罪行胜100倍。从此以后，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这种党国独裁主义。当时苏联人本来想培养吴佩孚啊、陈炯明啊，苏联人也觉得孙中山不靠谱，结果吴佩孚、陈炯明都知道底线，拒绝同流合污，不跟苏联人合作。只有这个老孙是他妈毫无底线，
造成的结果，大陆不要提，即使台湾今天都他妈是贻害无穷，中华民国国歌一样，今天台湾都没有换这个名。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歌叫三民主义无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我问你，三民主义无党所宗，中华民国国歌前两句，你民进党政府你能唱吗？三民主义是你民进党的无党所宗吗？三民主义无党所宗是他妈国民党，这是国民党的党歌，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歌。你中华民国的现任总统唱这种歌，你叫什么？拧巴。因为孙中山搭建的这个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这个根儿，它是个一党独裁、党国一体的。虽然现在民主化了，但是改革依然不彻底，必须给它改了，中华民国才能身心合一走向民主。三民主义无党所宗他妈是国民党的党歌啊！从蔡英文就任总统宣誓开始，蔡英文就不唱这两句。大家还记得吧？陈水扁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请张惠妹唱嘛。张惠妹在上面唱三民主义无党所宗，唱完了之后不就是被中国封杀了，从此走下坡路了吗？我记得2000年左右吧，最火的时候嘛。唱的时候张惠妹哪知道这些故事啊，不懂啊。陈水扁跟他老婆站在总统位上，表情是很尴尬的。你说不唱吧，你是总统你要跟着唱，你唱吧，三民主义无党所宗，你陈水扁心里边太清楚多有害了，这句话对于民主对于国家有多大的害处了。从蔡英文开始不唱这两句，直接跳到第三句开始唱，因为第三句开始比较中性了。孙中山所谓的三民主义根本不是国共两党吹嘘的什么伟大的民主复兴革命纲领，其实他是抄的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的这个皮，用的实际上是列宁主义。还有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句话也不是孙中山原创的，这句话是从朱元璋的原文里边抄的。因为最早的一个驱除鞑虏的不是朱元璋建立大明嘛，把蒙古推翻恢复了江山嘛。朱元璋写过一篇檄文叫讨袁北伐檄文，感兴趣可以扩展阅读。原话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你搁孙中山这儿用上了。所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受到列宁主义白色恐怖的荼毒，跟孙中山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再说说女人吧，这就是老王强项了啊！孙中山喜欢玩女人，玩的是不是够逼格啊？如果一个成功人士他没有一个顽强的性欲，他不是个成功人士，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对得起女人吗？你把女人当成人还是当成玩具呀？窃听我分析孙中山的女人。在国民党钦定的正史里边，承认孙中山有两个夫人，一个是原配卢夫人，叫卢慕贞，一个是二夫人，叫宋夫人，就是宋庆龄。孙中山19岁那年都是包办婚姻，这没什么好说的，蒋介石、毛泽东都有这段，包括鲁迅。19岁那年和18岁的卢慕贞结婚，这是第一段。他跟卢慕贞生了3个孩子，孙科就是卢夫人生的，跟宋庆龄没有血缘关系啊。孙中山49岁那年正式跟卢慕贞离婚，之前他可没离婚啊，他乱搞的时候啊，这个是个渣男来的。和22岁的宋庆龄正式结婚，这是国民党正式记载。但是孙家的家谱上承认3个人。孙中山的家谱叫翠亨孙氏家谱，因为他老家翠亨的嘛。翠亨孙氏家谱记载，原配卢慕贞不假，还有一个侧室叫陈翠芬。宋庆龄也入了家谱，那个妣就妣，一个女字旁一个比赛的比啊比，一如丧考妣，那个妣意思就是过世的妈妈，应该是宋庆龄死了之后，改革开放以后续的家谱，给他续成了如丧考妣。所以老孙家谱里边有3个啊，正室夫人、妣夫人和侧室夫人。那老孙实际上睡过多少女人无据可查，鉴于史料能够查出来的6个，除了原配卢夫人、侧室陈夫人和宋夫人，还有2个日本夫人，一个叫浅田春，一个叫大月薰。有人说不对吧？那6个里边，除了陈翠芬、宋庆龄、卢夫人、大月薰和浅田春，老王你说的第6个女人叫宋霭龄，不对，有点乱，老王
宋霭龄是孔祥熙的老婆呀，涉及到孙中山的黑历史，他把他的铁妈鸡宋查理的女儿全睡了，我操！要不是宋美龄小，我估计宋美龄也跑不了。你说这孙中山干这事儿，他是从1910年到1913年，宋霭龄做了孙中山3年的秘书，两个人在日本同居的状态，3年走哪儿带哪儿。小如夫人年纪轻轻啊，宋霭龄后来呢，宋庆龄发育成熟了，那孙中山一看，我去他妈还是年轻的好。大姐这个时候也很绅士啊，哎，你看分手见人品，霭龄没闹就退出了。当然孙中山也会给她安排好，就是嫁给了孔祥熙。1914年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孔祥熙是刷锅的。你看看国民党乱不乱？以后所有的国民党的人不要再骂共产党了，说是毛主席给谁刷锅呀？哎呀，什么李维汉又给邓小平刷锅呀？你看人家为什么能做那么大的事儿，刷得非常的自如，哎，非常的平和，哎，不撕逼。说到这一段，我都觉得有点乱，我操，太肮脏了。关键是我作为一群女儿的爸爸，我操，我都替宋查理不值。宋查理可不是没钱呀，误交损友，不能让女儿接触这些所谓的革命家。我去他妈的，跟着跑了。浅田春是孙中山1897年流亡日本时候的秘书，哎，会英语中文，那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孩哦。两个人呢同居关系，哎，孙中山就是管不住小鸟。这中国老板们的共同特点啊，就是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孙中山跟浅田春在日本同居，可惜浅田春1902年年纪轻20岁，黄花大闺女被孙中山给克死了。红颜薄命啊！孙中山虽然是一个囚龙、吃龙，他也是个龙。哎呀，就是浅田春死了。浅田春刚死，他招募新秘书，就叫大岳勋。大岳勋进来的时候，老孙36岁，你看他66年的吗？大岳勋多少岁？14岁。你没听错，哎呦，他就要把大岳勋日了。大岳勋他爸是日本人，说孙先生，你饶过我的女儿吧，我的女儿还没发育呢，上中学呢。1902年啊，孙中山正处于革命低潮期，也没他妈什么事儿干，那就干秘书吧。他就勾大岳勋，勾了整整1年。他在日本其实除了跟宫崎滔天吹牛逼喝酒，自己写文章吹捧自己，他就是勾大岳勋。日本妞还是骚嘛，系不住裤腰带嘛，真他妈的让孙中山给睡了。结果呢，老孙去大岳勋他爸那儿提亲去了。他说：“你让你闺女嫁给我吧。”把大岳勋他爸给气的，你妈你个老逼头子！我操，你都37了，我闺女15，你他妈的你比我还大，不行，不同意。一不做二不休，孙中山不有钱嘛，有韭菜可割嘛，直接把大岳勋的孩子给拐跑了，不让大岳勋回家了。大岳勋他爸没办法，哎，加钱，这个涉及到我的尊严，涉及到我女儿的清白，得加钱。孙中山说：“好办。”哗，推过去了。而说老王，你是不是讲串场了？我记得你讲康有为那个日本老婆的时候，康有为也是得加钱，也是10几岁。我没串场啊，他俩同时在干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手法，我推钱，我操，这就是革命先烈，这就是革命他妈的大伟类。弄了弟兄们的钱以后，他们在日本干的事儿啊，日本的黄花大闺女，我去，而且是来硬的，涉及到岳父小弟，因为岳父都比他们小，岳父小弟，这涉及到你的尊严和你的人格，以及你将来在你日本这个家族的脸面，得加钱。这行，看你加多少，真的就办了婚礼。妈的，没办法，大岳勋还怀孕了，跟他爸爸看也算了，生了个女儿，所以孙中山是有个女儿的，叫文子，孙中山给起的。1905年，革命有了眉目，又有更多的钱了，孙中山呢就离开了日本，之后再也没见过大岳勋，也不给钱，大岳勋养不起这个女儿。把文子过继给了别人，家族也不能容纳他，活得非常惨。这就是孙中山的人品。女儿啊，就跟没有一样，这个就是禽兽不如。你能相信他干革命是为了你？快醒醒吧！所有宏大叙事的，对自己家人是个狗怂的，全他妈是王八蛋，没有一个好东西。
跟自己家人都处不好，他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连自己的老婆都他妈永远不见。然后他说我能够带来一个新中国，给你们带来幸福的人生。我操！你要是这你都信我，那你说韭菜命格他妈就改不了了。这里边有一个陈策夫人，大家肯定很纳闷，说这个陈策夫人为什么能进家谱，又没有什么名声啊？宋庆龄夫人都是一个如丧考妣夫人啊，这个陈翠芬是个啥？陈翠芬虽然是一个侧室，就是妾，但是她是个女中豪杰，她是武的，祖籍福建厦门人，生在香港，会武术，能射箭，会打枪，会骑马。孙中山对她呢特别的喜欢，特别的崇拜。她是孙中山在中国最老的秘书，也是都是一样的打法啊，兼保镖。孙中山在中国早期是跟卡扎菲一个路数的，陪在孙中山身边，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那种女友。而且呢，陈翠芬是无条件的崇拜和付出，不求回报的。一看孙中山身边有了新的女人，陈翠芬没事就走，自己过自己的。什么时候孙中山又需要他帮忙了，陈翠芬是招之即来，就不求回报。1912年，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功成名就的时候，陈翠芬潇洒离开，一生独自住在广州，没有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后来就跟这个养女一直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960年在香港去世的。当然，孙家后人非常有良心，知道陈翠芬在孙中山的人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牺牲，所以呢，把她记入了族谱。像大岳勋正儿八经跟孙中山在日本举行过正式婚礼的合法夫人，没有进入孙家的族谱。国共两党吹捧他，但是呢，梁启超梁老爷子评价是这样的：梁启超对于孙中山，因为同龄人啊，同一个年代啊，原话是这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晚年居然做了苏俄的傀儡。这是梁启超对于孙中山的评价。梁启超是人格非常伟大的，他可以比孙中山骗更多的钱，但是他不干，一生清寒，真的是要为革命，为自己的理想。虽然他是保皇一族，但是你像今天你就知道，其实保皇一族未必错呀。梁启超是有底线的，当然后果也很好啊。梁启超家一门院士，包括梁思成都是梁启超的后人。那么台湾的课本里边对于孙中山是这么瞎鸡巴写的啊：国父革命11次，10次失败，最后第11次终于建成了民国。那意思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还干了10次呢。10次起义不假，确实都发生了。武昌起义也不假，但是跟孙中山啊1毛钱关系也没有。这个武昌起义啊，孙中山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当时正在美国丹佛图书馆看书呢，住在棕色皇宫大酒店，正他妈 happy 呢。那是5星级酒店，而且他住的是个套房，我都去过。因为是金钥匙给我开的门，我说我要看孙中山，他说啊，很多 Chinese 愿意来，我给你开门去。然后金钥匙帮我把孙中山的门开开，请上里边看来，不对外开放的。我当时我操，我其实挺想给他去来一下，老美在那儿，我操，咱们不能在外人面前内讧啊。我还是正襟危坐的跟他那个国父遗像和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写的一个铜牌合了个影。所以武昌起义那时候孙中山在那儿住着，在美国呢，融资呢，他就是他妈不知道，根本就没有参与。有些同盟会会员是参与了，但是也是个人身份参与的。即使如此不要脸，孙中山活着的时候，因为有好多政敌，好多同辈人天天挖他的祖坟，所以孙中山啊，终生没敢说一句武昌起义是我领导的。哎，历史上他从来没说这事儿，都是国民党往他头上盖的。他经常提的就是什么叫私义，自己说私义之价值，可惊天地去鬼神，与武昌起义并受。私义指的是那个黄花岗72烈士黄花岗起义，那个他是参与了。意思是我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是一样牛逼的。黄花岗起义能跟武昌起义同样价值吗？黄花岗起义的情况就是同盟会报销了15万余，组织了一次800人的队伍，分成4路，南洋学生华侨去攻打广州的总督府。在这个过程中，军费发下去，组织了800壮士。黄花岗72烈士我没有侮辱他们的意思，我说另外600人不见了。
15万银元军饷发了，800人血书签了，开干4路大军。只有南洋华侨学生这一路，南洋华侨学生都是有钱人的孩子，你就是死的那72个，好多都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都是华侨家的孩子，真去了。4路大军只有1路学生军去了，学生军是黄兴指挥的，130个人，这就是我们历史课本对得上了。历史课本没告诉你的是4路的学生，这一路人数最少的130个人，剩下的670个人3路，钱领了，人没来，学生军不知道人没来，一路黄兴领着直插总督府，激烈巷战，可怜130个富家子弟打死86个人，剩下的几乎都被俘虏，因为人家把他包了饺子了，才130个人，你不开国际玩笑吗？其实死了86个人，不是死了72个人。黄花岗为什么葬着72烈士呢？惨就惨在这儿，可惜这些孩子只找到了72具尸骨，剩下的那14个人尸骨无存，因为他们都是用炸弹炸的，尸骨无存。有的72具尸体还是拼凑出来的，那都是悍不畏死。这130多个人，你就是打赢了，占领了广州，你用屁股想也知道他能守几分钟啊。所谓的黄花岗起义，孙文真的是做着一次行为艺术，不能说是没有作用吧，但是代价太大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跑冒滴漏太严重了。大清那一年，新军露营一共有100多万正规军啊，光北洋6镇就6个师团嘛，将近18万人，20万人，齐装满员。你130个学生打个广州市政府，你干什么呢？玩的过家家呢？我说孙中山的起义是行为艺术，革命是一门生意，拿人家的钱表演给股东看，这才是他的商业模式。我就是给你盖棺定论，真正的辛亥革命是发生在军队，就是解放军内部的。38军忽然就造反了，这才能成。然后27军前去镇压，27军军长叫他妈的袁世凯，走到38军军长门口说：“咱俩谈一谈吧。”我觉得咱俩打起来两败俱伤也挺没意思的。现在说革命这个理念也挺好的，这样吧，咱俩要不讲一讲和，我去劝劝皇帝退位算了，这才是辛亥革命。只不过是38军军长和27军军长两个都是共产党的军头，名声太臭，将来在这个民主社会也没有什么他妈的发言权呀。这么着，我们找一个有发言权的吧。那孙中山不错，请他回来吧，就这么来的，名气大嘛。所以孙中山是个欺世盗名之徒，他领导的10次起义，从1895年算第一次广州起义，到1911年最后一次黄花岗起义，老孙自己本人一次都没有参加过，他还不如汪精卫。汪精卫还自己拿炸弹去炸人去，他是一次都不上，从不亲临战场，甚至都不来国内指挥革命，基本上都是耍一个黄兴啊。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27号，孙中山在哪儿？不好意思，孙中山在我们加拿大多伦多，住在多伦多最好的酒店，叫爱德华王酒店。因为孙中山在4月26号要去多伦多致公堂演讲募捐。27号，也就是黄花岗起义72烈士殉难的当天晚上8点，孙中山收到黄兴拍来的电报，告知黄花岗起义失败，无党精华付之一炬，200多义军其他人员撤退到香港，亟待接应。为什么亟待接应？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请孙中山迅速打款。孙中山一看，我去妈，又完犊子了。第二天在致公堂召开大会，一顿激昂演说，无党精华付之一炬，在广州市政府门前，我操，喋血街头，给钱给钱给钱。致公堂之前已经捐了很多钱了，真拿不出钱来了，怎么办呢？致公堂一致通过啊，出售多伦多致公堂办公堂所，把致公堂的 office 给卖了，最后这点钱全给孙中山资助革命。你说孙中山是不是一个演说家？我操，能给忽悠瘸了。致公堂都是黑社会呀，全称叫洪门致公堂，
一帮干黑道的、杀人放火、开妓院、开烟馆的老板，黑老大听完孙中山讲自己家的钱捐了已经没了，把咱们堂所捐了，卖了。我操，就是范伟在世，赵本山给忽悠瘸了。28号第二天一大早，致公堂投标卖办公室，有个叫吴能的华人，8260加币中标买下这个楼。那个年代啊，1911年啊，8260加币巨款。但是吴能手头没那么多现金，要凑3个月，也是做生意的嘛。多伦多堂主叫谭毅，当即向 TD 银行、多伦多道明银行贷款1万加元，又凑了3000加元，一共凑了13000加元，奉给老孙，赶紧去香港救人。老孙拿了这13000加元，没有回香港，也没有回国，直接直奔美国进行下一场募捐。哎，你们没猜错，他又奔洛杉矶方向去了。直到武昌起义那一天，他还没回香港呢。我都不知道黄兴他们是怎么撑住的。武昌起义是10月10号，我刚刚说是4月，就是6个月过去了。孙中山从西海岸一路路演圈钱，圈到了丹佛市，正在丹佛豪华的棕色皇宫大酒店吃早餐。洗衣房老板冲过来说：“孙先生，你在干什么？”我在看报纸。你别看了，他们到处找你呢。你知道你们中国革命成功了吗？他们现在宣布你是中国的 president 大总统，他们正在找你，找不着你，你怎么在这儿？我操，房子都没退啊！拎上包就奔着伦敦啊。那时候要坐船绕地球吧，回中国。在伦敦还没忘了再募集一次资金。哎，我回去当总统，现在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我回就 IPO 了，太狠了。国民党的教科书呢，把他妈的孙中山描写成缔造民国的国父，第一任大总统。在我们印象里，孙中山也确实是第一任大总统。实际上，孙中山只当了2个月的大总统。1912年1月1号，他宣誓就职；2月10号，他就退位了。他只当了1个月零10天的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了。因为袁世凯根本不会惯他的毛病，整个北洋都是我的，和谈也是我谈的，你算老几呀？袁世凯很快就发现孙中山是个空子，也就没屌他。他当这个1个月零10天的总统啊，是有名无实。第一，没有总统府；第二，没有阁僚；第三，没有政府；第四，1分钱的税他也收不上来；第五，国际没有承认过孙中山是大总统。孙中山自己说，为了人民免遭涂炭，我主动让位给袁世凯。实际上是他让位也得让，不让位也得让，因为袁世凯无论能力、声誉还是当时的合法性，都跟他不是一个位面的。袁世凯是有实际的国家治理经验和军队管理经验的。孙中山如果敢不让位，只能又仓皇出逃，又得做流亡政府去。所以孙中山一看自己都 IPO 了，总不能这么快就退市吧。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呢？就退位了，一直忍到10年以后，1921年，终于让他逮了个空，就任临时非常大总统，也不是真正总统，那是他趁北洋内战的时候，袁世凯一死，群龙无首，他妈又在那儿做事儿。1912年2月，孙中山被迫下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被选为理事长党魁，名义上的，但是实际上的话事人叫宋教仁。国民党当时冉冉兴起了一个懂实战的宋教仁，而且很年轻，很有为，就变成了实际控制者。宋教仁有一个日本朋友叫北一辉，写过一本自传，把这一段历史说得清清楚楚。日本人写的。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就是宋教仁起草的。也就是说，宪法跟孙中山屌关系都没有。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期间，就是那个时间，就是国家已经胜利了嘛，就是革命已经成功了，不能叫这个会了，大家要做政党政治了，所以要改组成国民党。1912年8月25号，在北京的湖广会馆，国民党正式成立，宋教仁当选为理事，代理理事长。当然，孙中山还是虚衔老大，这时候又受不了了，又生气了，走了，去日本了。宋教仁领导国民党马上参加全国大选嘛，就跟我们现在加拿大大选一样，中国分80个选区，大家知道今天中国有30个省啊，也就是说差不多3、4个市一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参议员多少，众议员多少，根据各个选区的人口
就跟今天加拿大、美国选举一模一样。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国会大选大胜，内阁第一大党，也就是要当总理了，议会选出多数党，多数党的党魁要当总理的，跟美国、英国、法国今天的状态，德国是一样的。袁世凯是总统，总统你不能干预国会，上议院、下议院选出来的第一大党党魁叫宋教仁，所以宋教仁当然就是总理。袁世凯就给他发电报，催他赶紧北上到北京组阁政府，咱们俩共同执政，我是总统，你是总理，咱俩还得商量商量，我的权限在哪儿，你的权限在哪儿。这就是宋教仁北上的目的。3月20号，宋教仁与国民党诸多元老，包括黄兴什么的这些人一起到上海火车站上火车到北京。22点45分，火车进站，宋教仁在上海的老北站，就是上海铁路博物馆的位置去。这时候黑暗中窜出来了枪手，当当把宋教仁给打倒了。凶手打完枪就跑了，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旁边站着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赶紧送他到医院留下遗嘱。宋教仁说：一，我也没啥钱，我的书好多捐给图书馆；第二，老妈尚在，我们家穷，宋教仁不贪呀，帮我照顾一下我妈，养一下老；三，大家继续努力吧，不要革命半途而废。同时呢，宋教仁坚决不相信是袁世凯刺杀的，他不是马上就死，在医院住了几天，弥留之际，宋教仁给袁世凯写信，你看这信写完你就知道，宋教仁心里知道不是袁世凯杀自己。夜乘沪宁车赴京，敬拜军座。10时45分晚上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开枪，势必致死。切思教人素身之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正不良，其任改革，也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丝毫乱权之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遂而撒手，死有余恨。希望大总统开诚心不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比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其见纳。宋教仁他根本不恨袁世凯，认为不是袁世凯干的，自己就是坏人干的。结果呢，2天以后，宋教仁不治，真的死亡了。身故之后，就是我说的孙中山就来了。宋教仁呐，你不能死啊！我操，我一定要替你报仇啊！我一定要北伐呀！从那以后，孙中山就开始他妈的撕破了脸，是不是孙中山杀的？到今天都有很多的人怀疑。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洪树祖，洪树祖就是洪金宝的爷爷，当时深深的涉入了这个案子。洪树祖是替袁世凯把锅背了，就说是在袁世凯身边的人，洪树祖是我们干的，但是呢根本就没有证据。这方面呢有很多专业的油管博主做过这一段的油管，大家可以查，基本上大家都怀疑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派的杀手，难逃其咎。后来甚至参与刺杀的陈其美也被灭了口，没有人再知道内幕了。你看完北一辉的书你就知道太可惜了。宋教仁如果活着，他一定能跟袁世凯达成妥协。其一，宋教仁不是一个贪赃枉法之徒；其二，宋教仁不是一个私欲旺盛、咪钱割韭菜的王八蛋；第三，宋教仁的能力很强，很多所谓国民党的起义是人家宋教仁和黄兴干的，就是章太炎说的嘛，他去弄来钱1/10汇给他们，所用其革命者10不及1，那可能有点情绪，反正但是肯定是大头他自己留着。那他这一死，国民党就乱套了，非得北伐。他没那个命，死在路上之后，蒋介石接着北伐，因为得到了苏联的援助，真的北伐成功了，推翻了合法政府之后，就把中华民国的红黄蓝白黑5色旗换成了国民党的党旗，形成了党国体制。我跟你们讲，真正的中华民国1927年灭亡的。蒋介石1928年在中华民国的尸体上篡政成功，成立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当然报应来得很快，1949年共产党又把他灭了，你篡我也篡，就又换了红旗，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中华民国，正统中华民国，就是可以有满蒙之地的，五族共和的，有满洲，
有蒙古、有新疆、有西藏合法领土主权的中华民国，1927年灭亡啊。因为这个中华民国是从大清签合同继承下来的。1928年，蒋介石换国旗，章太炎原话：今日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就是以国民党一党治国，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章太炎说，所有的以党治国的，以一个党来治理国家，以党旗替换国旗的，全是我们中国的国贼。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有文化、懂历史的人。历史只要涉及到近现代，为什么中国古代叫本朝修前朝之史呢？本朝修本朝的史，全是胡说八道。就这么地吧，再见，再见，再见！记得点赞、关注、小铃铛。